Hello，大家好，我是 Daniel， 欢迎大家回到我的频道。我们今天来介绍一下 J4 归因模型的内容，因为这个问题之前有同学问过，所以我们今天来介绍一下 J4 归因模型的一些内容。我们今天内容主要有3个部分。第一的，我们先了解一下我们6种常见的归因模型。第二就是介绍一下我们 J4 的归因模型。还有 J4 的归因窗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常见的6种归因模型。这6种归因模型的话，我们可能可以在之前的谷歌分析可以看到，或者我们用的一些其他的一些数据分析的工具也可以看到所以说我们可以先了解一下，作为一个知识背景。好，我们先看一下第一个数据驱动归因，它主要是利用机器学习来分析我们的数据。那它可能需要基于我们现有的一些数据的一些学习来动态分配一些转化价值给不同的一些触点。这个模型的话，它可能会考虑到触点的一个顺序，还有它的性质以及用户行为的一些数据。所以说这个它其实是基于数据驱动的一个归因模型。那这个也是目前 J4 在使用的一个归因模型。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比如说用户经过了3次触点才完成了转化。第一次通过谷歌广告访问我们的网站，但是他没有完成购买。第二次呢，也是通过 Facebook 广告访问了我们网站，但他还是没有购买。那最后的话，用户可能通过我们的一个邮件营销完成了转化。那这样的一个转化路径呢，我们的一个数据驱动归因模型，它就会分配给不同路径不同触点它的一个功劳。那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给谷歌广告分配了20%的功劳，给 Facebook 广告分配了30%的功劳，给电子邮件营销分配了50%的功劳。那这个只是一个例子，它并不是说按照数值去分配。那它会根据我们的一些过往的一些数据去学习动态去分配这些价值的。所以说这个也是目前可能认为比较的科学的一个归因模型。对，大概数据驱动的归因模型就是这个意思。我们看下一个是最后点击归因，它的意思就是说把所有的转化价值分配给用户在完成转化前的最后一次的触点的渠道上。那我们也看一下这个例子，也是刚刚的一个路径，但是呢它最后它是把所有的一个功劳分配给了我们最后一次的一个渠道，就是我们的邮件营销。那这是我们看到这个跟前面它是不一样的。那最后点击归因模型，它考虑的只有最后一次促成转换的一个渠道。所以我们看到这2个渠道其实会非常不一样。那我们可能在某些情况下看到的话，其实这个模型我们觉得可能是不太科学的。但是这个模型也是谷歌分析我们现在 J4 会用到的一个归因模型，就是跟我们前面的数据驱动归因模型以及现在的最后点击归因模型，这2个模型都是 J4 会用到的。那我们在第2部分会详细说一下这2个归因模型在哪些地方会呈现。那我们先接着看下一个归因模型，首次点击归因模型就是会把所有的转化价值分配给转化路径上的第一个触点，那就跟前面是相反的。就我们还是这个例子，会看到用户也是通过3次访问我们的网站才完成了转化，但是它这个模型就会把所有的功劳分配给我们第一次访问的渠道，就是我们的谷歌广告。这就是首次点击归因模型。那我们看下一个线性归因模型。那线性归因模型的话，它会把我们的一个转化功劳均等分给我们转化路径上的每一个触点，所以它是一个平均分配。那就是我们看到还是这个路径的话，那它每一个渠道都会均等的分给它每一个渠道它的一个转化功劳。那我们看下一个是时间衰减归因模型呢，它就会根据触点离转化时间的远近来分配我们的一个转化价值。那距离转化时间越近的触点呢，它的转化价值就会更高。那我们还是看这个例子，
那我们看到这个的话，比如说5天前访问是通过谷歌广告的，那3天前是通过 Facebook 广告的，那完成当天是通过邮件营销完成的，那它就会把主要的功劳分配给邮件营销这个渠道，那其他的就会根据我们时间的近来分配。那比如说3天前就更近，那它分配的功劳就会更大；5天前就会离我们现在转化的时间更长了，那它分配的功劳就会更小。所以这就是时间衰减归因模型的一个逻辑。那我们看下一个是机遇位置的归因。那机遇位置的话，它会把40%的转化价值分配给第一个和最后一个的触点，那其余的20%会平均分配给中间的触点。那我们看一下这个例子，还是通过3个渠道来完成转化。那第一个触点就是我们的谷歌广告，最后一次邮件营销，那中间就是 Facebook。那第一跟最后一次都可以分到40%，那中间是20%的一个功劳。那这是我们前面看到的6种归因模型，那这个也是给我们增加一些背景知识。那这个其实 GA4 它没有用到这6种，准确来说现在是没有的，一开始就是可以选择不同的一个归因模型。那我们现在 GA4 它里面只有我们刚刚说到的一个以数据驱动，还有一个是最后点击归因，这2个归因模型。那我们现在就进入我们第2部分，关于GA4 归因模型。那 GA4 归因模型的话，其实我们在我们的归因设置里面会看到这样的一个设置，可以看到我们是有2种的。一种是我们可以设置报告的一个归因模型，我们可以回到我们的账号看一下，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我们怎么找到呢？我们会点击这个 admin， 我们进去之后会看到有一个叫做 attribution settings， 就是我们归因设置。点进去之后呢，这就是我们刚刚说的第一个，我们是可以设置我们报告的一个归因模型的。那我们点进去之后呢，会看到有2个可以设置一个是付费跟自然的渠道，第二个是谷歌付费渠道。那第一个的话，付费跟自然渠道我们可以选择2种归因模型，就刚刚说到的数据驱动或者说最后点击。那谷歌付费渠道的可以选择最后点击。那我们看到这2个都是有最后点击的，那我们看一下最后点击会有什么不一样呢？最后点击在付费和自然渠道以及说谷歌付费渠道的一个区别是什么？我们看一下如果说是第一个我们看到的这个，那如果我们选择这一个的话，它是会首先呢，它会忽略直接流量，就是最后一次的转化，如果是直接流量的话，它会忽略掉。那它会把100%的功劳归因到用户最后一次点击的一个渠道。对，那它是会包含非付费的渠道都是包含的。那如果是第2个的话，我们选择是谷歌付费渠道的最后点击归因模型，它是怎么样呢？它也是会将100%的话功劳归因到用户点击的最后一次的谷歌广告渠道。那如果没有谷歌广告渠道呢，它会怎么归因呢？它就会回溯到付费渠道和自然渠道的最后一次点击，就是这里。那举个例子，就比如说第一次用户通过了我们的展示广告进来，然后没有完成转化。那第2次的话，通过我们的一个社交媒体进来的，也没有完成转化。那第3次通过邮件营销进来的，但是也没有完成转化。那最后一次用户是通过直接访问完成转化的。那这个路径它是怎么归因的呢？那如果选择这个，那它就会回溯到最后的非直接点击，我们说的它就会去掉最后一次的一个最后一次直接访问，它会回溯到前面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展示广告。那如果说还看一个例子，比如说他第一次通过展示广告进来没有完成转化，那第2次的话通过社交媒体进来也没有完成转化，第3次通过 YouTube 广告进来的他也没有完成转化，最后一次通过邮件营销进来的，那他完成了转化。那这个它是会归因到哪个呢？它会归因到我们 YouTube 的广告，就我们的视频广告。
那它这个路径的话，刚刚说到它其实有经过2次的谷歌广告，但是我们选择的是谷歌的费渠道的最后一次点击，所以它通过第2次的一个 YouTube 广告，就是我们的视频广告完成转化的，那就会把功劳归因给我们的一个视频广告啊。所以说这2个它是会有一定区别的。那如果说我们网站没有谷歌广告的话，那其实这2个是一样的。那如果说有谷歌广告的话，那这2个其实就会不一样。那如果有谷歌广告，那的话它会不一定会分配给谷歌广告，那这个的话一定会分配给谷歌广告。那这就是这2个区别。这是我们看到归因设置的第一个板块，就是归因模型。那这个数据驱动的话，就我们刚说到的嘛，会动态分配我们的一个功劳给不同的渠道。第2块我会看到就是我们渠道可以分配的功劳可以选择哪些。第一个是谷歌付费广告，第2是付费和自然搜索广告。这2个的区别是什么呢？这2个其实是可以设置谷歌广告在 JFO 的一个功劳分配一个呢是只分配给谷歌付费渠道，就是第2个是分配给付费渠道和自然渠道。那如果说我们设置把谷歌广告带来的转化只分配给谷歌广告渠道的话，它就会不考虑其他渠道的功劳。那如果说我们选择第2个的话，把谷歌广告带来的转化它会分配给付费渠道和自然渠道，那 JFO 它会考虑其他渠道的一个贡献。对，这2个区别，一个是谷歌广告带来转化它是会分配给哪些渠道呢？一个是只分配给谷歌，一个是分配给付费以及非付费都会分配。就是只会影响到我们谷歌广告，对谷歌广告的一个功劳分配，就是这里其实也会说明分配给谷歌广告渠道的。那这个设置的话，它会影响到跟我们关联的所有的谷歌广告账号。我们这个图其实也可以看到，那比如说第一个我们选择谷歌付费渠道，那其他的中间的渠道它就不会考虑。那如果说我们选择这个的话，它其实会考虑到所有的一个渠道。这就是我们的第2个模块，就是关于谷歌广告的一个转化，它的功劳分配。好，我们第3个说一下 JFO 它的一个归因窗口。那归因窗口是可以在这里设置的，我们会看到有几个。第一的我们会看到这是点击的，第2是观看的。点击的话，我们这个是针对的是获取的一个关键事件。那比如说我们第1次打开或者是首次访问的话，它的一个归因窗口是多少天？那默认是30天，那我们也可以设置7天。当然我们建议一般是30天，7天的可能就会太短了。第2观看它默认3天是不能改的。还有第2其他的关键事件，那它是默认是90天的。那我们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需求来设置不同的归因窗口它的一个时间那我们看到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疑惑呢？获取就是第1次访问我们网站的这个事件，那这个其实会影响到什么呢？其实它影响的是这里，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跟用户相关的一个数据，比如说新用户，这里的新用户指的是什么呢？我们把鼠标放这里会看到新用户的话，它指的是第1次访问我们的网站的用户。那它触发的事件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比如说第1次打开或者第1次访问。那这个事件的话，它其实就是跟我们刚刚说到的那个归因窗口就会有影响。那比如说我们选择7天，那7天的话它就会重置一下我们的一个用户。那比如说它7天内只要是7天内没有访问我们网站，它7天后的话它都算新用户。那如果我们设置30天，那30天内它没有访问过网站的用户，它就是新用户。所以说它这个新用户并不是指真正从未访问过我们网站的用户，所以说这个点是我们要注意一下的。我们归因窗口这里，归因窗口这个设置，这个是我们可能会忽略的。这个影响的是其他的话，那这个可能就比较好理解了，其他的一些事件
比如说这个是其他关键事件嘛。那关键事件的话，之前是叫做转化，那其实谷歌又改了名字了，这个 key event 我们把它标记成关键事件的它的归因窗口，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它不一定是转化，它不一定是购买，就不一定是购买，它有可能是其他的，只要我们把它纳入成关键事件的话，它就是算成这个。那其实前面的话说到归因模型，那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点，就是我们平时看报告，那它其实会影响到哪一些呢？那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到 GFO 它其实用到2种归因模型，一个是数据驱动，一个是最后点击嘛。那其实我们看到前面的这些报告，比如说跟用户相关的这些报告，或者说跟我们流量相关的一些报告，那这些报告就是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报告，就是这 report 里面的一些报告，我们看到的这些报告，它其实使用的都是最后点击的一个归因模型。所以说我们后面更改的这些模型，它其实并不会影响到我们这些看报告这里，所以这个我们也是要注意的，就是归因模型。那前面我们这里看到的报告都是最后点击的一个归因模型。那我们可以从这里建一个报告，就 explore 这里建一个报告。那我们在 explore 这里的话，比如说我们的一个 dimension， 我们点这里，这里就是我们归因会影响到我们归因模型，会影响到我们看报告的一些。那我们看到这个里面的一些 dimension 它是可以的，这一些它是会影响的。比如说我们前面选了数据驱动，那这里它就会使用的一个数据驱动的一个归因模型。那前面的报告它是没有影响的，所以这一点我们是需要注意一下的。那如果我们想要看数据驱动的一个报告的数据，那我们只能通过 Explore 这里来新建我们报告才可以看到。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关于 GA4 归因模型的内容。我们看一下，应该是没有其他的问题了。那如果说大家还有问题的话，也可以给我留言，或者通过其他方式跟我联系。好，谢谢大家。